天氣很好，對啊，好舒服、哦，而且能見度好好，你就可以靠對面的山頭。我們現在站的這邊是當初台灣最豐饒的一個地方，在這邊它當年是一個非常熱絡的地點，每天都有無數的遊覽車進出。現在完全看不出來。你去想一下，當年921對大家的記憶，我們都在。那一段時間確實造成台灣很多地方的傷痛，這個傷痛也讓我們見識到大自然的力量。這邊以前是草嶺這邊最重要的草嶺10景之2，當年的網紅景點。我這次看 Round， 然後我媽就說：“哦，這邊以前呢，她說這裡很像西門町。”真的這麼熱鬧啊？西門町？對，她說在他們当年的时候，這個是哇。100萬人流的那種，都像西門町這樣子。這樣它会不會比就是現在的阿里山這種地方更多人？可以這樣說。我們這次來主要也是想看看，在這一塊當年曾經有山上西門町之稱的一個這麼熱絡的地方，現在的樣貌它恢復的如何？我們重新看看這塊土地的力量跟這邊人民的力量。快到了，来，這裡是竹山的重鎮了啦。我告訴你，竹山這邊我夠熟了。你熟？也要去講一下。我太太的老闆是竹山人，他在這邊非常熟。你太太老闆是竹山人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因為他常常跟我講說，我們竹山老街什麼沒有，好吃的特別多。那一間煎餃非常有名，沒有招牌。真的沒有招牌，沒招牌的煎餃。它的煎餃啊，特色啊，就是真的是很大顆的那一種，也是在地人早餐什麼首選。我們決定要站在這邊吃了，站在這裡好，很有氣氛呢，越看越好吃。沒有。我剛剛說這邊煎餃的特色，為什麼做粉比一般還要大這麼多？對啊，那金價跟我看齊，就是薄利多銷啦，這樣吃起來的口感啊，跟那個肉汁才會出來，所以就做比較大。會燙到啊！我幫助後來邊講的。我們的蛋餅也是我們的特色，我等一下再剪一個蛋餅給你們。好，我來弄。好好吃哦！好，裡面是什麼餡？我看韭菜包肉，超香，超好吃。那個底好脆，脆脆的。裡面很 juicy， 然後重要是，它的皮薄，咬起來那個裡面滿滿的料，一咬下去肉就噴出來了。然後那個肉是有嚼勁的，韭菜又很香。我覺得喜歡吃韭菜盒子的人一定會喜歡這個，因為它就是韭菜盒子跟煎餃的綜合體。蛋餅也蠻酥的，可以試試。這看起來就是脆皮蛋餅，他們的脆皮蛋餅也是一絕，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它口感的層次，其實跟其他家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。很香，蔥給了很多，然後再加上它煎得很香，所以蛋香加上皮香，再加上蔥香，那個味道在我口腔裡面繚繞不絕。我跟你講，因為這只是我們的第一站，還有，竹山不是只有這樣的，先保留一點味，好不好？來到我們竹山老街哦，必吃羹仔粿啊，真的很有特色，我沒有看過其他地方有。它的皮的 Q 感，你這樣子咬着，然後它那種滑嫩的東西，其實是會在嘴巴裡面跳舞的那一種口感，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羹仔粿。這個麵皮我看得懂，但是板娘這個裡面的餡料是什麼啊？2年以上的再來米製造的，再磨成米漿，米漿再加上我們獨家特調的醬料去炒。都是大清早，差不多3、4點就要作業了。辛苦了。這從備料到成品都純手工了。羹仔粿先給我們來一盒了。然後我剛才看到門口這個有新東西，是不是？對，我們的新產品。這個是什麼？這是巴拉粿，裡面哈有鼠尾草去炒，然後加上菜包米，素的荤的都有。最讚的鍋沙米啦。這個我很少看到呢。對，這個也都是純手工。打開的那個香氣完全不一樣，好彈哦。這個我一定要特別給鏡頭拍一下，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它皮薄到嚇人吶！有沒有看到？那桂皮跟餃子皮一樣薄可是它薄歸薄，我到現在還在咀嚼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很像麻糬，這個很彈很 Q。一個菜包米吼，它這個桂皮薄感吼，
甘甜味的呀，這個用那家多好，好吃啊。但是你還是可以吃得到它那個特殊的那個水草的香氣。我覺得這個香氣會解膩很多。炒料炒得好，完美，對不對？哎，跟它貴，看起來就好 Q 哦。讓大家看一下跟阿貴到底長什麼樣，有沒有？很對，它就是這樣子一卷 ，Q 彈的外皮，然後加上裡面香香的那個膏莧，聞起來有很棒的米香味，很渣，料非常的軟，而且有帶着很濃的米香，邊嚼邊香，然後就沒了，就吃完了。怎麼會那麼厲害？滑過去的，我們真的用滑過去來形容。對啊，來你還這樣？還是講它的口味，它就不見了。老闆娘的特調醬汁啊，畫龍點睛啊！蛋餅我們都吃了這麼多年，對，有沒有吃過水蛋餅？蛋餅就蛋餅，為什麼會是水蛋餅？沒聽過，對不對？沒聽過，對不對？就是這一家，來竹山一定要吃的早餐其中一個，看一下有沒有很特別哦。所以是用燜？我看到了，不是，因為一般我們看到的都是直接蛋餅皮給你，但是它那個是漿，它那個東西其實就是蛋餅的粉漿，可是水蛋餅真正的秘密不在這裡。我讓姐姐來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水蛋餅。因為一般的蛋餅都是乾的，再沾醬油或者是番茄醬。那我们婆婆她研發就是有加醬汁，有一點像蚵仔煎的那種感覺。對，就是我們是粉漿，不是人家做好的那一種一片。對，就是外面有一點恰恰，裡面是嫩的，再加上我們的獨家秘方的醬汁是蠻特別的。水蛋餅是客人幫我們自己取的外號，對，很有趣耶。來，好期待哦！兩個趕快吃，我就喜歡醬料滿滿啊，再沾多一點，怎麼樣？我沾了很多醬，然後咬下去，它這個蛋餅是濕潤的，輕輕一咬，蛋、餅皮、醬汁融合在一起，我整個嘴巴裡面都是那個香香甜甜。很棒的味道，我覺得它就是綜合我喜歡的小吃的所有的元素。你吃得到南部粉漿蛋餅的這種 Q 感，然後我又可以吃到我最喜歡的蚵仔煎的這種醬，然後它同時之間再搭配那個小黃瓜跟玉米一起吃，它的口感又不一樣，更清爽。你有没有覺得它不油？而且它的醬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跟蚵仔煎醬有一點接近，可它其實比蚵仔煎的醬更加的清爽，可是味道一樣是厚的。對。我發現我們在這個市場裡面吃到的，他們好像就是做這種再來米的東西都很有味，對，非常會。假爸哥假看啊，它這邊的東西吃起來都是非常厚實的，量很大，薄利假爸，這就是地方的人情味。我們來搭客運嘍！是的，車長小姐。哎，這裡以前真的是那個客運站，對，所以集結了人潮。但是後來這邊就是荒廢沒有在用了，那他們就改變，然後讓它煥然一新。然後你現在可以看到，它就是融合了在地就是很有名的竹子。那除了這個一些竹子手做的東西，它這裡還有一個很時髦的冰品店。這好像以前那個掛號的櫃檯哦。沒有，以前這個就是售票處。賣票的，對。然後你看它那裡還有往台中、往斗六，就是它的站牌都還在。這樣很好啊，活化空間，來到這邊又可以吃冰，又可以享受休閒的風格。你好。我剛才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是竹筒的盆栽蛋糕嗎？那個也有嗎？有。好啊，那我要一個。它盆栽蛋糕，然後我要這個米德。好，我就一個烏龍好了。我們交換分享，好不好？在竹山用竹子的製品裝着這邊的這個非常棒的冰淇淋，超棒哎！這是米夫冰淇淋加後面是冬筍餅嘛？對，筍子有名。那邊，懷舊又新潮的口感，米漿加牛奶的那種感覺。我覺得吃起來其實很不膩。可是香氣很足。你的是什麼蛋糕？盆栽蛋糕啊，裡面是單純的，應該是海綿蛋糕，然後配上他們特制的醬，只是裝在竹筒裡面，就很像我們最近那個收到的那種盆栽小禮物啊，你就覺得好適合放在辦公桌上。它的蛋糕很香，那個蛋香味好棒。然後巧克力又不會太甜，雖然它不是用跟竹子一起下去焙烤，但是就是隱隱約約有一個竹香的感覺，那個氛圍感很棒。
you fight? All stylish. What makes you fly? Confidence. And that's what makes you fly. Let me take you there. Ooh, let me take you there. 竹山最有名的一间企业是，它把传统的竹子产业发扬光大，行销到全世界。竹子其實深植於我們的心中，是的，包含着食衣住行娛樂，通包含了。當年竹子是我們最傳統的生活，對，我們怎麼把這些東西再往上提升，然後更環保的去利用它，這就要找我們老闆了。老闆，老闆很有心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剛剛看到其實有更多不一樣的竹製品哎，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嗎？好，像這個是竹牙刷，毛也是竹嗎？沒有，它這個毛是馬毛，馬鬃毛啊，馬毛，對，馬，那個馬，對，這奔跑的，對，的馬毛。那為什麼馬毛呢？那為什麼馬毛呢？在開發的過程，其實我們也用尼龍刷毛，也有。是。有人就問我們說，可不可以開發出一支可以被環境分解的、更環保的、真環保？對。所以我們就那時候就透過這個議題的發揮，然後去開發這一支可以被環境分解的牙刷，然後開始跟很多其他的國家合作。那到現在，日本的一些就是比較頂級的飯店，還是使用我們的馬毛牙刷這樣子，很棒啊！行銷全世界不是亂講的，開玩笑。台灣之光，愛美最喜歡要求一樣東西。有時候我們喝飲料，他說我可不可以不要拿吸管？對我都不使用吸管买，但你一定需要這個，為什麼？畢竟我跟你講。珍珠奶茶波霸是我們的驕傲，那你如果不用吸管，你怎麼吃波霸？這個是蠻有趣的，它是箭竹。哦，差不多大小，對，差不多大小，然后直徑都差不多。建筑你們應該也很深刻的印象。建築林，對，洗衣機嘛，洗衣機都是洗的全是屎。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，原來建築可以直接這樣子做成吸管。我們後來找到一片在花蓮的太巴朗部落那邊，是它除了取筍子之外，每年的5月跟10月，它都會疏拔。对，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合作。對，我說真的，這個東西是要規格化的，對，能找到規格化的地方能提供不容易，它也創造了地方的產業。聽說老闆最近發現了一個新的很好的工具，適合我們。裡面有很多的就是登山健行的一些內容，那剛好非常符合我最近在開發一些健走杖跟登山杖，用竹子的登山杖。對，可以耶，這個我們很實用。但你不能把我們帶到路邊，隨便找個隨便就砍吧。所以這人家的竹林吧？沒有，這是我們的竹林，我們的竹林，你們自己的，對，我們自己的竹林，它是比较偏小一點的，但是它的那個韌性跟強度都很夠的。我們可以自己挑嗎？可以，有規格，對不對？對，大概2公分左右。跟你們解釋一下竹子要怎麼挑哦。這一根它青苔還不是那麼多，對，然後它其實綠葉都還很新鮮，所以這個還比較年輕。太嫩了。對，我們基本上挑的是挑青苔偏黑的，就是它竹上面青苔偏黑的，就比較老一點的，然後組織密度比較成熟，它比較韌性更強。那如果裡面水分太多的話，就會太軟，一下就斷掉了。就是像這種直徑大概1-2公分，對，大概在2公分左右的。這跟那個皮看起來也老。對。這個蠻青苔。這個握起來很好。怎麼鋸竹子才是對的？從基部，對，從最底部。因為如果你是從上面取斜的話，它就會形成一個尖頭在裡面很危險，就是你有時候我跌倒或怎麼樣，你都會受傷。老闆，我這樣是拿正還是我要相反的？應該是這樣子。到時候會是，對呀，你是從這裡，然後細的在下面，對呀。哇，人工不好用哎。你好厲害哦！有比我還快。OK。我們剛才鋸回來的竹子，經過高溫的碳化，已經就會這樣，顏色不一樣。碳化完畢之後呢，它就是澱粉也被煮出來了，然後它的蟲卵也都死掉了，對，它就比較不容易蟲蛀，然後也比较不容易發霉，那材料就會變得比較穩定一點。那我們現在要做的處理呢，就是把它表面的青苔
手工磨，对，只能手工处理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每一根我们的登山杖都是独一无二。对啊，专属的啊，对，而且对100%天然一体成型。对，好，对，好，開始。那現在發現我們手要記得要放在下面這邊 OK， 當物件放在下面這邊。哦，白了白了，馬上乾淨。哎，很像那個洗車子，洗完就乾淨了，但也是很費工。青苔都把它處理掉。哇，滑，鼓的。我要去換買。哎呦喂，很亮哎。對，有點拿起來好像有點會被潑着走。所以我們這樣子光做一根打磨大概就要多久？大概會抓3到5分鐘左右。3到5分鐘，如果速度快的話，來吧，各自磨啊。好，我覺得他手比我穩。可以。好，我知道這什麼感覺了啦，跟我用砂輪機在磨菜刀的感覺是一樣的。有，差不多。哎，我發覺你可以轉行了嘞，你做這個比較 pro 哎。哦，好療癒，好療癒。有，不一樣，你來磨看看。我其實有一點害怕。不會，我也很害怕。你拿遠一點。哦，哎，好好玩哦。可以，我們整個很多次可以慢慢磨。粗的這個地方磨掉之後，那它接下來又會進入到會在氣拋光之後會進去噴漆。哦，基本上還是會上一層漆，讓它保護它的外觀。這是成品嗎？對啊，很時髦哎，好好看哦。對啊，哎，這個也很好握哎。對啊，很舒服哎，那種堅固的感覺，還帶着很好的彈性。重點是這是一支專屬的登山杖，那個殊榮感跟那種獨一無二感是很不一樣的。哇，這應該也可以自己刻想要的字吧？對，可以客製化刻字，然後比如說刻我的名字，或者是我想要送的那個好朋友的名字，比如說送一支給卓哥啊，這樣子的。那現在我們可以來組合就對了。這邊就是有它的手把，然後跟它的就是腳塞。敲這個有沒有訣竅？它其實這個有點美感。有這麼順嗎？對，這個我們有特別跳過，所以就這樣就下去了。對，比較舒服。然後再用塑膠塞稍微加強一下。對，有下去的感覺。有下去的感覺。有。好 ，OK， 基本上這樣就完工了。而且但是這個是好用的狀態之下。對，因為它每個大小、粗細、厚度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，對不對？對，那這次剛好是比較好用的。然後還要再塞一個腳嘛，然後再塞這個腳塞，對，腳不合，還有一點，要有個角度，要用點力。哦，因為這個是軟的。哦，有，進去了。然後我就用這個還是直接地上？直接地上可以。這樣就好嗎？可以，對。怎麼樣？好 OK， 可以，好輕哦！瓦萬，而且很時髦。有一陣子竹子越來越沒落，可是我覺得嘉宏很聰明哎，就是可以把這些竹子融合成年輕人全部都很喜歡的。最重要的是它的永續環保的觀念，然後又能夠使用我們台灣自己最好的一個優質的材料，對不對？很棒啊！帶動了台灣本地的產業。對啊，這個好，這個太感謝你，感謝。真好有鄉村感呢。我覺得有點像是日本的老街的感覺耶。而且我最喜歡的是它的名字，你看什麼？草嶺呆啊？什麼意思？滿滿的諧音梗啊！台語的草嶺呆啊。對啊，就是剛剛亞不基礎，嘴巴有點含滷蛋那樣子。蕭星星現在這樣，就是那個草嶺呆的。這名好有趣哦。老闆在那。你好，老闆好。老闆好，草嶺呆老闆。你好。對啊。等，應該不是叫草嶺呆老闆，這樣子就不太好。不會，因為我小時候就講話就是草嶺呆，這麼可愛。然後也是想說讓大家來草嶺發呆。好，對，來這裡慢活發呆才是充電的。那因為這個以前是草嶺第一間專門在接待遊客的山莊，他們後來我阿嬤把它買下來之後，我們再給它改建成為草嶺第一間的特色民宿。舊的風格沒有改變，就是把一些新的元素加進去，就是接不一樣的客群。對啊，你看有種那種傳統跟創新的融合感覺，很舒服，氣氛很好。對，真的有獨立自己的庭院，對，這樣自己的庭院，不小很挑高的感覺。房間在這邊，
之前是新年飯店，喜欢呢，因为我们把它打造成我们自己想住，然後再才會賣給客人。這裡是有一點樓中樓的感覺。對，就是這個是雙人房，然後如果有帶小朋友啦，或是有3個人就可以，朋友來有3個人都可以加床。直接住到樓上這樣子，你不覺得這樣很衝突嗎？對，外面是古色古香，然後裡面就非常新跟現代，直接進到一個現代化的狀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它這個已經是台北小套房的規格哎，我覺得很大一間，多規培啊，大概10幾坪的。對啊，很大哎，台北小套房差不多是這樣的。小朋友啊就可以住上面，對，他們會蠻開心的。這合家大小來玩，或者好朋友來玩都很有趣。所以這個也是舊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只要是那種深咖啡色，全部都是舊的。就是很漂亮。民國50幾年就蓋到現在。它保留當初原始的一個木廊，然後只是小小的稍微補強。對，這個菜獨啊，那我阿嬤那年代的菜獨，阿嬤家有啦。還有這個紅磚牆，這紅磚牆是當初的呢。對，你知道這有點走進了那種時光的長廊啊。它補牆做得很棒哎。對呀，就是這個感覺。你看看這個梁，看看這個屋頂。記得我小時候去親戚家的三合院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給了。所以你會覺得有點壓迫，但是這邊完全不會。以前我們住這種斜屋頂，它上面都有閣樓，真的有閣樓哎，有樓梯可以上去。所以我們能夠使用的空間，其實除了這裡，然後包含你看前面的那個小庭院之外，還有閣樓，所以這裡可以住大概6到7人，很像包棟民宿的感覺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好啊。哇！流口水。可愛的帥弟玉章來到這裡，我如果不吃苦茶油雞，我等於沒有來這裡，對不對？然後他說最好的苦茶油雞。推薦就是這道苦茶油雞，我立馬就點了。哇！茶油雞的經典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什麼？薑片。聽到聲音沒有？崩嘎脆呢。所有這就是正統的，來講。然後是用老薑跟我們在地的苦茶油，對，然後我們這邊的雞肉，然後下去煸炒，然後調味很簡單，就只有醬油跟米酒。對，沒有任何對，主要是吃那個苦茶油的香味。他這邊的苦茶油是他這邊自己做的，看到後面沒有？很明顯，很明顯，那只有自己看得懂。哇，炒一盤薑片我都會吃哎。對，而且不辣。對，為什麼老薑不是很辣嗎？對，可能因為我們把裡面的水分全部都爆出來了。一片薑我就可以配一碗飯。對，有飯真的會想要配飯。那個薑好先給點飯啊。除了看到我前面這個苦茶油雞之外，我看到一些特色菜哦。對，我們的西蝦，我們有加入蠻大量的酸酥，港式避風塘的做法。哦，這個好，這個好，酸酥的酥脆感跟油炸過的蝦子的那個爽脆感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口感層次很豐富啊。可以配個啤酒。你這邊每一個都是開胃菜啊，一吃就越吃越餓。這個筍子好像這邊也蠻厲害，對不對？這是檳榔花。哦，檳榔花。對，這個一般市面上比較少見哦。對，它是在它最小、最嫩的時候就把它摘下來了，然後我們只是汆燙過冰鎮，然後加了沙拉，很像嫩筍。對，很像嫩筍。對，可是它有一個獨特的它的香味在。草嶺，我跟你講，好玩又好吃就對了啦。這店面要出來旅遊，對不對？我眼睛要看風景看到舒服，我肚子要吃東西吃到更爽，不然就對了。哇！那我們現在這裡就是草嶺以前的西門町啊，以前這裡是車子都進不來，都是人潮。以前叫草嶺的西門町，現在叫零零清清。冷冷清清啊。6日客人會比較多一點，但是我們現在是以團客會比較多。在921之前呢，我們草嶺有保齡球館啊，對，還有游泳池。就是墾丁對，然後像這一間的話，以前它1樓是餐廳，它2樓就是那種人家歌舞廳的那一種。以前繁華到這樣子，好精彩哦！
就熱鬧的地方該有的对，东西没错，这里都有。就是这里全部都有，你想得到的，外面有的，这里全部都会有。你那时候跟我们聊天，然后你有说在这边的人，他们晚上也会出来喝酒，然后耍跳。对，耍跳。经济好的时候，那时候晚上大家那个赌博的金額都是非常大的。对，因為那時候錢太好賺。就是921真的是改變的，除了地景，整個生態、對經濟也都是改變了。我們剛走這樣一整段，全部都是右青谷。你看這裡，它整個都是水流沖刷的整個景點，這就是我們以前草嶺十景之一，取得很好。對，右青谷這裡常年陽光雖然有，就是這樣涼涼的，很舒服，走起來都是很舒服。對，它這樣子每個衝下來的那個小窟窿裡面全部都是溪魚。對，找食材，我沒有特別找食材，我怎麼沒看到魚？有啊。下面全部都是啊，都是啊。我們這裡都有保育它。我看到了小小灰灰的。那這裡跟921之前相比，它這裡有受到影響嗎？這裡這樣走下來感覺是一模一樣的。對，這裡沒有影響到。對啊，然後代表着當初的西門町，現在門戶還是在的。如果你現在來草嶺，你還是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可以看。可以走，我們的自然風景區很多，至少可以玩個2天3天都不讓你無聊。你們看那個間是以前。在921之前，我們有一個雜貨店，很厲害耶！這個的意思是，我們那時候人超多，所以這步道中間才有一個雜貨店。就跟那個上去看一下 ，7 選點一樣啊。對，要足夠的人流，它才有辦法支撐。它才有辦法去開。很厲害耶！哇塞！921過後之後，人潮銳減，現在都沒有了。其實真的算大。蠻大間的耶！對啊，我以為是擺攤的那種。沒有，這是大間的。哇，那就代表真的當年這條步道應該是人滿為患的這一種。可以想象到，在這邊應該是要排隊結賬的那一種。經歷一個很大的事件之後，那時候媒體一直報，他們說飛山，但是以為我們草嶺是整個村莊一起不見。對，是慢慢的後面才大家都知道我們草嶺。這裡變成一個傳說了，這樣。對。原來草嶺很多美好的地方一直都在。我剛才一下車就看到這附近這棵最大這邊樹很多，可是一下就看到它。趕快，我們那個林老師在這邊呢。林老師，拍攝和你帶來顧。哇，老師，你好。頭到老師那個樹頭拜拜，那先拜一下。我看這樹身吼，甲這紅菜就知影講，咱這樹啊是幾啊百年的歷史啊嘛。對，預估差不多有600年。600年哦。生長在我們樟湖哦，純屬不簡單。它在其實就是遊客來家看。對。它是我們樟湖16景的其中一景哦，16景哦，對，樟湖有16景，哇，都在那個清水溪河谷，是，這邊是其中的一景，所以較早咱家做繁榮的時陣吼，那遊覽車來去咱草嶺10景線就按這順刷一路過安尼，對，一炸五山莊嘛。哦，住很多遊覽客，因為一天晚上是2-3輛的遊覽車。哦，所以較早這嘛是做環境的所在。對啊。這張加當秋嘛是照顧咱家社區的人，帶動這觀光啊。對。可以說佳冬樹在我們整個台灣的文化跟歷史上，它不只承載了這塊土地的信仰，還承載這塊土地的生命。它就像是一棵巨大的高樓大廈，上面有很多住在上面的住民，有三叔，有風不動藤，有。我們剛才講的姑婆芋，他們叫做附生植物，附生了，居住在上面，就是一個大樓的點綴，它讓這棵樹看起來有更豐富的樣貌，所以這張嘎當公真的讚。
這溪谷好大，好漂亮哦。这里是我们彰化風景區最精華的地段。精華，哎你講的精華，那連吊橋都冇一樣。請問橋去哪裡了？是彰湖吊橋，因為潮濕台風哦，那個草嶺水庫那邊有崩塌嘛，它整個水就把那邊的那個壩頭都就崩塌了，那邊的吊橋基座都沒了。對。哎呦喂啊！這以前的空前盛況是很多人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那假日一天好像他們來這邊上千人啊，找化石，哎，就是看化石啊，划水。可是這種一般這種溪谷怎麼會有化石啊？哎，因為在台灣哪裡都有化石。哎，這個也是化石哎，那個是。哇，真的哎！我們剛才看的是千年老樹，現在看的是100萬年的地景啊。對啊，這以前都在海裡面的哎。它的年齡有350萬年至500萬年，因為這邊以前也是海跟河的交界處。以前這個都是在海裡面。對了，海裡面的。後來經過造山運動，把這邊推起來，整個推起來了，然後再經過河流的切削，變成現在的樣子嘛。哇，真的是貝殼哎，扇貝，哎。整片的嘞，它以前的貝殼是長得這麼豐富，而且那個形狀都保留着呢。你看一個小小地，什麼都是不同種的貝殼，好吧？哪個蛤蟆？老師說這不容易哦，不簡單的保留成這樣子。這裡是全省最大，全省最大了。它每年到那個萬年峽谷都有啊，整個路都有。哦，不要購物哦。哇，一品要可以。哇，我看到了，超大片。那整個河床都是這個真的一望無際，看不完，太壯觀了啦！各式各樣的貝類。對啊，剛才咱這回3、4十回、4、50回，咱已經沒記這個所在。我們要把這些景色告訴大家，而且我們現在做了好的規劃嘛，讓大家重新回來認識草嶺啊，還有這個彰湖社區的。真的。哇，這裡比較有展望，景色不一樣啊，景色對呀，前面那裡你看，哇，這是我們以前草嶺潭的遺跡了。我沒看過這種景色哎。921之後，從那邊開始堵住嘛。堵住之後，就整個這裡全部都是草嶺。所以那時候可以坐船，然後游一圈要1個半小時，它面積比日月潭還大。因為它原本是堰塞湖嘛，對，所以你的意思是它慢慢疏沖刷掉，因為我們沒有在下面做一個攔沙壩把它攔起來，所以它就變成就順其自然，就讓它流失掉。很難想象，就是當初水滿，然後你說可以遊湖啊，那時候是狀況最深的時候有7層樓高。我很難想象，你看921後，他創作出新的景色，然後新的景色隨着自然，你又再換一個完完全全不同的景色。對，那我說這個樓梯也很厲害。怎麼會突然一個捲捲樓梯？這是一個景點嗎？這裡光這裡？沒有，這只是一個讓客人走得比較安全、比較舒適。不然以前是比較陡的樓梯，那這是因為剛好我媽媽她當理事長的時候，對，她剛好是社區的理事長，然後她那時候爭取了建設，把那危險的樓梯改成這樣旋轉梯，也比較有特色。很轉，景色不一樣，好像比較少在這種觀光景點看到旋轉樓梯，而且它還不止1層哦，它有2層。這邊1層，第2層，然後走到這個觀景平台。今天來到這邊，感觸有一點點複雜，因為這邊有經過一些蠻辛苦的時間，然後要慢慢的修復，然後現在人潮也不在了，那也會很關心說這邊的人他們是怎麼繼續生存下去的。這裡也是我們10景之一的蜂巢岩哦，好厲害哦！一轉過來就完全不一樣了耶，對，完全不一樣。哇，好神奇哦，真的很密集耶。然後來到這裡，我們除了蜂巢岩這樣看之外，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青蛙石哦。青蛙在哪？上面有，很像青蛙，有趴着，有這樣，對，下巴形狀很明顯，對，下來。哎，這個好像是我們看過數1數2蠻明顯的青蛙石，這隻真的蠻標準的，末世蘇蛙的感覺。
然後我剛剛看那個蜂巢岩啊，它不是一個洞而已，对，它是一個洞裡面，你看進去還有4、5個洞，它是一直往裡面延續下去。所以它这个是真的只有以前海邊才有，所以就證明我們以前台灣真的是在海。对啊，你很難想象這樣子，然後再有一隻青蛙。哎，我很想要在它前面放一個錢幣耶，它像那個咬錢的蟾蜍在這樣趴着。不用了，我就跟你說哈，來草嶺住一晚，然後走1天之後，你就會發大財了啦。這個咬的是整片的山景，好不好？才厲害呀！這就是我們這裡的水簾洞10景之一。那以前草嶺盤淹的時候，就是淹到那邊，那個有一個斜縫那邊有一個椅子。哦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椅子那裡，它的那個椅背有伸出來，我看到了。它就是我們那時候水大的時候，我們就是開船，然後讓客人淋過這個水之後，哇，然後到那邊我們把椅子塞在那裡啊，所以那時候草嶺潭這樣子。為什麼要塞一個椅子在裡面？記錄說以前水就淹那麼高，水位，對，水位。我們現在站在這裡，然後距離下面這樣大概至少還有10公尺，3層樓高，10公尺以上，然後到那邊。所以你要想，這裡以前都在水裡面，而且以前的水簾洞應該其實也沒什麼洞，就是一個小小的那個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，就是一小小的這樣子，淹過去了。現在剛好是枯水期，所以是小小的。你如果是雨季的時候，它就是水就很漂亮，整片對不對？對，然後你這裡太陽一照，你就看到彩虹的那邊，對，會很漂亮，很特別。好涼哦，別有洞天呢。對啊，而且一下來整個氣溫哇降2、3度下來。你站在這個位置看，這落差也太誇張了。是10幾公尺吧。所以你講有時陣最大港的是衝啊對面，衝啊這來，衝啊這。你基本上是到遐啦，那最大港在這，那個用噴的。未來我們做平台坐在上面，遊客比較安全。哦，不要讓它下來這邊了。哦，對對對，這很難去想象。你看以前那個造山運動隆起來。然後經過切削，這是怎麼樣形成一個斷面40、50公尺這樣的斷面變成瀑布啊？難怪你說16景，我在西馬計劃把白阿北跨過加水的景色。有啊，可是我記得有一景那個峽谷是非常非常厲害的，把圍看無，人家看圍來。我也幾乎那麼講過哦，那叫萬年峽谷，連我阿嬤都會跟我講，那個年代那麼多人來看這麼漂亮的地景，我也想看看現在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啊？對啊，回顧一下哈。萬年峽谷很難想象是什麼畫面。等等啊！哇，這旁邊都是哦。這切得太深了吧？哦，整條的呢，這規條到下骹哦。對，它那個龍鳳瀑布。對，我基本真正了解啊。想要你講吼，當年所有的人來吼，一定要來這個點嘛。對，這有夠水的啦，不經人工雕琢。對啊，這是天成的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這個深度應該，這才有5米、10米有吧？所以真的是要萬年才有辦法形成。你看河流一直這樣不停的衝出來，而且那岩石的基盤多硬。對啊。而且你這樣平面看過去啊，它那個層次很漂亮，很多。旁邊那些萬年峽谷留下來，可能是這種最堅硬的地方。就是因為它堅固，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漂亮的地景。這新加坡足夠歪啦，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一定很多人以前來玩過。現在我們把路修築好了，對，哇，別給它跳。然後要一些安全的措施要做出來。對，安全最重要。這邊那麼棒的景色要推廣給全台灣、全世界。可以嗎 ？Max， 這個手有點痛，因為雲林的黑金剛，然後它的花生啊，
吃起來的話就會特別的扎實，但是香氣很足。可是也因為這樣子，所以殼很難剝啦。黑金剛就是因為它裡面是黑的嗎？對對，它會成黑色的这個皮膜。那不管是做花生油，或者是你說像這樣的花生啊，都會很好吃。難得拿到這麼好的花生，我都會做一點那個簡單的小點來配我們的午茶、咖啡啊。好啊，要不要教你？要，下午茶可以。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道桂花花生糖。它的材料非常簡单，就是花生、糖跟桂花。哦，有桂花就会很香，有桂花就会很香。我們的糖開始慢慢的融化了，對不對？有好，這時候我們稍微再炒一下下哈。我們要把這個糖炒到你看不太到顆粒，所以看這時候我們會拿起來，來有沒有看到？透明亮晶晶。除了透明之外，你仔細看它，待會要下來，因為我看到一條。有棉花糖的那個絲，變硬了。对，它其實就是什麼？就是拔絲地瓜我們的那個絲。先幫我把桂花放下來，讓它那個香氣是有的。好漂亮哦！馬上就出來了。然後接着花生就下來，整盤。对，小訣竅就是我们一開始在炒這個的時候啊，火都還要在。接着就是盡量的把它分開。哇，來，好Q。試看冠軍花生，在我心目中雲林的花生。等等，棒，這是這邊買的吧？雲林買的，不是草黑金剛的。但是這叫花生糖啊，是雜貨店買的吧？不是，就我們剛才做的，一個很快速的一個方式的一個花生糖。你有加了淡淡的桂花香的。對，哇，這是我的小訣竅啦，巧思比較不會膩。哇，好貴，好好喝哦。賣了，會中。我覺得可以。太厲害了。可剝這個花生好麻煩，因為它就是黑金剛，它就是跟金剛一樣這麼強壯。然後，但是妹子有說，因為就是難剝，所以它的香氣都會包在花生裡面，它才會甜。這個好，甜味又可以把花生的香往上拉一個層次。哇，這個是會越嚼越香的，而且我發現這個黑色的皮有香味。對。我那時候很容易，它才留着，要拿掉好可惜，因為我覺得它這樣子下去，它也有一個脆脆的感覺。短時間用在地食材就可以創造出一道這麼好的點心，不容易啊！來，多喝幾杯，你真是我們的冠軍。我們來到草嶺這邊，最重要的就是這邊每個景色我們都要體驗嘛。對，你知道以前觀光團最喜歡來的，不管是歐巴桑大哥大姐，一定要來給他峭壁雄風，大家來小試身手一下。對，我看那個照片，那個好很斜，然後很大一片。我們聽說這一段路它的傾斜度至少有45度，45度上來，那其實真的不好爬我們現在要先做一件事情，享受一個下坡，就開始了，享受我們就開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有點期待。峭壁雄風，這個太對呀，太可怕了！你看，等一下，這都起來呢？不是吧？這溜滑梯耶！這個團客大哥大姐都走這個，怎麼可能啊？關主在這邊等我們呢。小心哦！這很斜，你確定有那種觀光客可以走這個？以後這個60、70歲的阿公阿媽都走這個。啊！要勇敢啊！但是記得要走的時候屁股朝下。還有這長度多長啊？這裡差不多500公尺。500公尺的下坡，921前的一半而已。921之前是再往下。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了。好，開始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急，慢慢走。好，這就是你們的運動場嘛，對不對？這好像我們在爬百岳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你就知道多陡了哈，東西都要拿好。很長其實我們一半都還不到。這很挑戰。好想看阿嬤跟阿公到底怎麼爬。我也很好奇耶。以前的草嶺潭是有水會到這裡的嗎？到下面哦，所以現在下面那都是被沙石給塞住了。對，沒錯，不容易哎，其實會小喘哎，這很像那種攀岩訓練場的那種感覺，對不對？攀岩場吧。好家在今天是晴天，要是前幾天雨天還得了。其實500公尺我們走超久。對啊。
成功了，我们哦，哎呦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哎，这个手要出力的，手都红了，红了，对，会流汗的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你的很红，我是这边边。我觉得以前的阿公阿嬤比较厉害，所以这樣我就能理解到為什麼當年這邊每年有100萬人潮。這一趟來，我們就有這種感覺了。而且草嶺實景，我們還沒看到一半呢。對，才看1/3而已。如果真的要來看實景，看一半，可能3天2夜，慢慢的看。這一趟來，從竹山一路玩上來。然後浩浩帶着我們好好的感受了我們這邊的景色，對，然後聽他講了很多我們在地的故事嘛。我要是早知道草嶺這麼好玩，我跟你講，常來，我大就來。現在雖然人比較少一點，可是我覺得來這裡真的可以很安靜的欣賞這些大自然。草嶺的年輕人越來越多，希望看未來可不可以再恢復30年前這樣草嶺的龍井，對，一個新舊文化這樣子的交融，讓草嶺更加的多彩多姿啊。节目由台塑石油 APP 冠名贊助播出。